众所周知呢，8年5月12号下午2点钟，那么在汶川呢发生了这个大地震，损失惨重。当时电视也都把现场画面传过之后，我们每个人看了之后都感到很难过，很伤心。所以全国人民上下也积极展开了灾区灾后重建的这样的活动，捐款呐、志愿者呀到灾区去。那么如今呢，时间已经过去3年了，灾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有一些统计数字呢，反映了灾区旧貌换新颜。就说由于地震呢，好多人就房子没了，流离失所了。那么这些人呢，现在71.7%已经住进新房了。26.6%呢，原来那房子挺危险，现在加固了。只有不到1.7%的人呢，由于等着新房啊，或者其他一些特殊原因，还住在这个过渡性的板房里边呢。应该说这个比例很让人满意，就是灾区重建确实收获了很大的成果。可是我们想呢，灾区重建呢，不仅仅是盖了个房子就拉倒了。我呢这2年去过灾区，到那个都江堰呐、北川、绵竹我都去过。那么你从外表上看呢，现在灾区的房子建的真是比过去好多了，就是地震前那个条件没法跟现在比，房子的漂亮程度、坚固程度啊，小区的配套设施都比以前好。可是你不能光看外表，咱们这个政府相关部门呢给了补贴了，说你房子损坏的呢，城镇的一户给你补2.5万，农村的一户给补1万，咱们有这个政策。可是问题是，他们盖房的这个过程当中，正好赶上中国现在物价飞涨啊，包括建设成本高。你比方说在四川那个一些小县城或者农村，一个楼房的建筑1平米成本是300块钱，等到地震之后他们建的时候呢，已经涨到了700块钱。所以几乎那些自个儿盖房的所有的那些户都需要自个儿掏出自个儿积蓄，然后再借钱，平均每户都欠不少钱。所以这个灾后重建呢，不光是盖房子，你得怎么让大家过上好日子。那过上好日子，你得让灾民能富起来，想办法致富。那么现在灾区呢，各方面都在恢复过程当中呢，这个灾民的就业问题、致富的问题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是有一些这个沿海地区发达企业呢，迁到四川一带去，解决一部分就业。可是同时呢，有大量的四川当地人呢，灾后呢到外地打工，使原来整个灾区地方的基础消费以及劳动力的状况出现了很紧张的局面。所以现在灾区重建呢，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说房子建好了，政府给吃给喝就完事了。他还面临很多问题，何况还有灾民的心理调整问题。所以灾区重建是个相当长陕西到那些地方动手术的，不需要动手术，留在四川当地就近治疗。那么手术之后的呢，后续治疗以及康复，从外省的医院回到四川，这是咱们当时国家在地震的时候规定的。那么那个时候一地震5月12号发生之后，陆续有伤员往外运，到了外省的地方进行手术医院。可是那个时候呢，到外省手术，这个手术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国家给掏。很多的外省的医院呢，接了这活了，都说国家给掏这钱，可迟迟财政转移支付没到位，财政资金上捉襟见肘。很多医院一看，这么着，在我这没头了。所以呢，当手术好了，大致差不多的时候，其实正处在关键的康复期的时候，好多医院迫于经济压力，就跟这些伤员说了：“你们呢，回本省治疗去吧，四川这不当地也可以接待你们吗？回去吧。”当然，这些伤员出于各种各样考虑，陆陆续续真就回来了。于是当年我记得2008年6月份的时候，大规模的伤员从外省开始往回返，到8、9月份达到高潮，就回到四川。
说回到四川，那也是当时也是免费救治，可是免费救治这个康复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呢？我们说康复需要的条件，甚至有时候比治疗都重要，需要的水准都要高。本来我们国家呀，在这个病人受到重大伤害之后的康复，就是我们一个薄弱的地方。那么当时在地震之后的四川，这个更加薄弱。比方好一点的，你像成都啊，这些各大医院呢，康复条件好点，都饱和了。为啥伤员先回来的住进这些地方，条件好还免费？可是这医院能力有限，哪接得了那么些人呢？那么说回到自己所在的县城小医院嘛，有的地方那医院都被震塌了，还有的地方医院完好呢，但是小县城的医院又没有那么好的康复条件，基本的设备都没有，再加上大医院那头饱和，所以当时有好多的急需要康复的人没有得到及时的康复。我们说康复期是手术之后3个月以内是最佳康复期，有的人因此就错过了。那么这个还不算，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出现了。这些人呢，不能在医院里，得到哪儿去呢？我们说你回家去吧，就叫社区康复。可是当时四川是灾区啊，基本在家里头的条件都很差，根本就没有康复的这种条件，所以好多人因此耽误了病情。另外还有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就是呢，咱们当时政府是规定的，2008年12月31号是个截止日期，就说你在这个之前看病，不管你在哪儿看，国家的医院都不用掏钱，免费。到2008年12月31号以后，就是近2009年，都按正常渠道办理。就说你自个儿治病康复也好，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你自个儿拿，国家不管了。这个时候，那么我们说回去治病的这些人，好多家庭很困难，有的呢就有俩钱，一场地震之后也不剩啥了，所以这些人很困难，拿不起康复医疗这个钱。有人说那不是还有医保新东河吗？大伙儿别忘了，当时的四川大多数县城根本没有把康复的医疗列在医保范围内，不给报。而新东河保大病，康复更不给报。所以当时好多人呢，回到家以后呢，家里也没这条件，这一穷没钱看病，这个病情因此就耽误了。说我再到大医院去吧，也不行了，那一边的钱更高，而且你越是到大医院去，离自个家远，那新东河报销的比例越来越低。我们知道你在家附近这医院治，给你报多少，到远了处不在你这范围给你报多少。咱们有的朋友加入新东河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整个前前后后呢，四川当时大概有7000多名伤员需要康复，里边有一些例子，就是说有个叫王丽兰的，咱们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记得，当年呢他是地震之后呢，胸部以下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就人基本就瘫痪了。当时有记者拍一幅照片叫托举生命，哎呦，当时在这个报纸上电视上出现，感动了不少人。这个王丽兰就是一开始在医院里免费治疗，到了2009年呢要花钱了，他出院了，可是根本没做到康复，病情加重，眼看就要死了。相关部门发现了，说这不行啊，又赶紧给他弄回来到医院，总算这条命保住了。这个王丽兰还是挺幸运的，有相当多的那些已经做完手术等待康复的，由于救治条件不及时，有的人呢是旧病复发，有的人呢是本来不该瘫痪，还有的人命不保了。所以就说总体来说，四川灾后重建呢，在病人康复这一块并没有做到位，中间有好多确实是天灾这些客观条件所见，但是有一些政府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康复设备这块不到位，政府不是不管。2008年6月份的时候，卫生部部长陈竺就说了，必须建立3级的这个康复医疗体系，
一定要拨款到位。也就是说，往下拨钱呢，怎么什么的。当时政府干的是非常积极的，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救灾体制里边效率比较低。低在哪儿？你比方说，我要买一些康复的医疗设备跟器材，比方轮椅，咱们是怎么规定的呢？政府为了怕呀，有的人中间挪这个钱，你比方说拨这钱，直接拨给生产轮椅厂家，轮椅厂家直接发货，地方部门只能直接拿这个轮椅。那这种情况呢，倒避免了中间挪用。可是如果这个地方假如不需要那么多轮椅，临时需要别的，那这笔钱变成轮椅了，没法灵活使用了。所以这个体制呢，多多少少显得有那么一点僵化。再一个，为了防止这个慈善款项跟政府拨款用到正地方，比方我这要采购什么，一定得招标。招标的过程当中往往很繁复，比方说理疗床啊、各种仪器啊，一招标，前后我们再效率再低下点，用了将近1年，所有需要的这些东西才凑齐，弄到一块儿。可是这个时候呢，一个是病人的康复期，宝贵的康复期过去了，再有的都各回各家了，你再想着急上来很难了。所以说，这个由于这整个的这个机制处理的不够完善，各个环节拖沓，有时候人浮于事，结果使政府拨款的效率啊非常低下变的。汶川大地震3年前的剧痛究竟如何抚平？每个灾民他经历过那种抚慰记忆之后，他不想再翻开，一再翻开，如同在他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所以在这一块，我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有些病不等人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救灾机制、重建机制里面出现了一些效率低下的问题，所以这也客观上造成了一些病人的康复没有赶上好的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呢，你比方说学校、医院、康复中心，这是灾后重建过程当中3个重点项目。有的康复中心建得非常漂亮，可是呢，这个中心建好了，里头人员编制，这些人员的费用怎么解决没弄清楚，包括病人在这里康复的费用怎么解决也没弄清楚，所以造成呢，这个康复医院建得很漂亮，建好了没病人。你比方浙江对口原建青川县，花了1100万建康复中心，里头现在一个病人没有。就是这个中心建得很漂亮，可相关机制没解决，里边这些人经费怎么解决？到这里边来康复的病人要花多少钱？所以这个事情都是在现实当中要一点点琢磨跟克服的，要理顺一些关系的。可有的时候政府资金花下去了之后，把这些好设施都建起来，确实是为老百姓着想，但是细节做的不够，使这些实惠没有完全真真正正的落到老百姓身上。那么倒是呢，一些民间 NGO 组织呢，在这个康复病人这方面呢，发挥了一个相当积极的作用。你比方我刚才说，2008年12月31号以后不免费了，好多人的病情这个康复人员治疗就停止了。正在这个时候呢，以这个香港影视明星啊为背景的，有那么一个叫福佑基金会，幸福的福，这幼儿的幼。这个福佑基金会呢，派了大量的人到这边来，在当地还招募志愿者，一些有医疗知识的人来干嘛？专门帮助这些伤员康复，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又出钱又出力，又帮他们找这个医疗设备干什么？可是问题，这个基金会啊，它的实力不是很强，那早晚有一天它支撑不下去了，钱拿不出那么多了。那康复我们知道，有时候往往需要一生。很可能这个人病的这辈子就这样了，怎么维持他的生命？怎么能让他有尊严的活着？我想这个时候恐怕这些小的民间组织难以承担，只有政府能承担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灾后重建，不光是说盖房子呀，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甚至还包括什么？这些灾民这辈子怎么办？这些伤员这辈子怎么办？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现在明显的还没有做好一个灾后重建的长效机制，而且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确实是大有力，资金很快就能到位。我们说引进民间 NGO 组织是很恰当的，这些组织机动灵活，能够弥补
政府庞大机构上效率上的某种不足，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必须要关注到群体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也知道呢，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当中啊，咱们的政府对这个民间组织啊不是很看重，也不是很倚重，所以民间组织呢在灾后重建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啊不是很大，往往一切都由政府来主导，钱花了很多，但是效率并不是太高。所以我们现在呢，汶川地震3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好好回头想一想。那么天灾降临到中华大地上，除了给我们带来伤痛，除了给我们带来呢全国上下一心救灾这种振奋精神的团结感以外，我们是不是应该从灾后重建过程当中呢，找到一点这样的规律性的东西，吸取一点我们过去留下的一些教训和经验。比方说日本这大地震，何普说可能会给日本后来救灾过程当中提供很宝贵的经验。我们不能呢是当时救灾轰轰烈烈过去了，该救的也救出来了，该手术也手术了，房子也建起来了，好像这个事儿就大功告成了。其实不是，我倒觉得政府负责任的方法应该是什么？不是开庆功会，而是一定要把这3年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救灾上我们哪点做的不到位，哪块重建做的有漏洞，什么地方效率低下，为什么这样，咱们要把它总结出来。而这个东西是这次天灾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财富。我们现在有一种习惯性思维，好像一有灾了之后呢，一救灾就坏事变好事了，就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了，就体现了和谐社会，人人都奉献一点爱心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人之初性本善，我们都知道奉献爱心，老百姓有这个觉悟。3周年啦，灾区重建金碧辉煌，比过去好了，应该挑这3年来的毛病。像我刚才说的，对待这些伤员的康复过程当中，我们政府哪儿没有做到位，哪个地方应该加强，什么地方应该引进一些外力来帮助政府去修正我们做不到的地方。那么在灾后重建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些现象啊，令我们感觉不是很舒服。你比方说头一个现象，出现了苦乐不均，这个其实在地震过程当中就能体现出来。我们说汶川地震是它的震中在四川，可是受影响的不光是四川，你像甘肃，你像陕西，你像云南，多少都受点影响。而且甘肃有的地方啊，灾情并不比四川差。可是当时呢，新闻媒体报道呢，一窝蜂都涌向了汶川、北川这些地方。这个对甘肃灾区的报道呢，就不是那么力度特别大。那么等到灾后重建的时候呢，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所有部门呢，你比方有的献爱心呢，表现自己灾后重建的功劳啊、力度啊，一窝蜂的都在什么汶川呐、北川呐这些地方。就连四川省内其他的有的灾区，恐怕都没有北川这种典型意义大。所以好多灾后重建的重心呢，使劲的地方呢，都落到了这样的地方。相反，你像甘肃或者四川其他一些，有的时候可能灾情相对轻一点的，往往不那么受到重视。当地灾民的安置呢，灾后整个的重建呢，进展呢，也不像北川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所以这个是灾后重建当中啊出现了一个苦乐不均的现象，它本来不应该在政府安排资源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灾后重建的过程当中啊，要重视灾民的心理感受，不能经常啊搞坏事变好事，搞什么一些周年呐、这个那个之类的。我还记得在2009年5月12号前后啊，汶川地震1周年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官员说走嘴了，来了这么句话：等这个1周年庆典过去之后啊，1周年庆典，这是值得庆贺的事吗？当然，我说他是说走嘴了，可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啊。他为什么会说走嘴呢？因为当2009年5月12号的时候呢，四川好多地方呢，政府是真是把它当做一个好像值得很重视的，除了不能张灯挂彩以外，别的都应该像庆典那么准备似的，又要把以前的救灾典型拿出来，又要英雄人物、模范事迹再来一遍。
甚至有的地方在灾后重建的时候呢，比方说这建了一条新街，起了一个新大楼，要把一些灾民找来说啊，这个过去跟现在对比，那是多惨，现在多好，搞一些新时期的忆苦思甜。而这种东西我们大家很清楚，每个灾民他经历过那种苦痛记忆之后，他不想再翻开，你再翻开，如同在他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我就看到电视里那种采访啊，现在地震过去1年了，过去2年了，你的生活跟那时候比是不是好了？是不是应该感到？无形间使被采访者心里头什么样感受？我们大家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我非常反感，包括地震那个时候，我们好多媒体把这一些个灾民找到现场，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甚至不知道亲人现在什么样。然后呢，他们在对着镜头的时候，又要撕肝裂肺的把那一幕重新回顾一遍。我认为这个挺残忍，不好。但在这个过程，无形间等于把灾民的心里又撕了一道口子，又容易让他们想起不愿意回顾的灾难一般的过往。所以我们说呀，这个灾后重建过程不是仅仅修个房子那么简单，不是外表看着各个地方旧貌换新颜就过得去，里边还有诸多的细节需要我们逐一考虑。每个灾民他经历过那种苦痛记忆之后，他不想再翻开，你再翻开，如同在他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灾后的长效救灾机制？就通过这一次灾，我们把这个都理顺了，就像2003年那个 SARS 非典时候一样。我们之后不快速实现了这种重大疫情社会公开制度吗？就说每一次灾难给我们带来的，应该还有着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这样的附带作用。多多的关注一些具体层面的东西，把一些微观的东西抓好。所以我想，这也是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我想，这也是汶川地震3周年应该给我们带来一个最有益的一个启示。雅安地震了，我想起最开始当我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很惊讶，说怎么又是四川？2008年是汶川，这次是雅安。还有人记得当初有汶川地震的，已经把这一带造成地震的那种应力都已经释放了。就说当时有人说几千年以内这个地方都不会发生地震了，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同样又在四川发生了7.0级的这种地震呢？那么我们今天就给大伙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汶川地震、雅安地震，大地震为什么又发生在四川？网上出现的地震预报是否靠谱？天有异象，动物搬家，这些真的是地震前兆吗？地震预测到底有多难？本期老梁观世界与您一同探讨：地震可以预报吗？那么要想搞清这个事情我建议大家先看看四川省的地图。你会发现呢，无论是这次雅安还是08年的汶川，它都大致的地震的区域在于四川省西部。我们都知道四川西部呢有很多山区，这山呢往下面呢就是四川中部以成都为核心的盆地。那么这次地震呢，准确来说呢，是发生在山区和盆地的交界处这一带。这个地方呢，在地理上有一个重要的名词叫龙门断裂带。说为什么它叫龙门断裂带呢？就这一块好多岩石包括这地下吧这种石头都被巨大的力量扭曲，容易发生断裂断层，引发地震。每年这个龙门山相对于四川的盆地，每年都有1到3毫米的这种相对运动。说为什么这块容易发生呢？你看这个雅安也在这，汶川也在这，这就得从咱们以前学的地理知识里边找答案。我们都知道呢，整个这个地球它下面它并不太平，地壳呢是剧烈运动的。咱们都知道大洋板块和大陆板块有的时候撞，那它俩撞上还不要紧，是大洋呢插到大陆下面，
形成海沟啊，包括火山呢。可是大陆跟大陆板块撞上就不那么容易了，它两个之间是硬碰硬，啪撞上之后就容易在中间形成一些新的物质。你看，在咱们这个亚欧这个体系之内，欧亚大陆板块和印度板块经常会发生碰撞，咱们在地图上，尤其地质构造上都能看出来。它发生碰撞之后呢，那么相应的撞出来的物质往往隆起，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那么这撞完之后，它不是停止了，它这个地壳板块会不断的碰撞，碰撞之后呢，那么这种力量就会通过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向四周传导，那么就传到了往东，就会传到了四川的这个西部。传到这儿之后，我们都知道，如果都是山体，一路一路这种力量的波往下传还没问题。可是到这儿呢，这边是山，这头是盆地，传到这儿无遮无挡了，那么边上的这些岩石它就会承担巨大的这种应力，结果在应力影响之下呢，它就断裂扭曲、断层塌落，引发了地震。所以我们说这次又轮到四川了，那就是由于这一块独特的龙门断裂带造成的。那有人说不对啊，上一次汶川地震不这已经大地震把这应力都释放出去了吗？说几千年都不会有了，怎么这次这么短的时间5年不到又发生了呢？这个原因其实在科学上也可以解释。我们都知道这股力量传导到这儿的时候，比方说08年到汶川啪发生了地震了，那么汶川在这龙门断裂带的中北部，雅安在它的南部。我们说不是说这次断裂之后，汶川之后就不再有这种来自青藏高原的应力释放，依然有，它在往过传导。那么好，传导到汶川这儿，就好比原先有一根很高的木头，当我用手扫过之后，这个木头高给我挡住了，我要把它摁倒才能过去。汶川就是已经被摁倒的木头。那么这股力量过来之后呢，原来是整个龙门断裂带来承受，现在呢中北部的汶川这儿，好比那个木头已经倒下来，那么力量就由南部雅安这一带独自承受，反而它的力量稍微大一点，这边承受不住，咵就断裂了。所以这是这一次为什么地震又重复在四川出现，在雅安出现的重要原因。有人说老梁你这是马后炮吧？没错，这确实有点马后炮的味道。因为在2008年我在做这个汶川地震报道的时候呢，也曾经和地震方面的有关专家探讨过，说这个地带几千年不会再发生地震了。我当时也相信这个，但今天呢，我们用这种科学道理呢，同样能够解释雅安为什么这地方又发生地震。这说明什么问题啊？我们对科学的了解还是有限，科学的进展还是有限，自然界有太多我们无法知晓的秘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呢，尽管用马后炮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其实我们的心里还不是很舒服。我和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朋友心情都一样，说这如果是你看，你既然知道这龙门断裂带又有应力释放，你怎么不做预报呢？你说弄得这次死这么多人，灾害这么大。其实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地震是不能预报的。预测和预报不是一回事。预测是什么呢？是这一阶段相当长的时间，你给出一种走势叫预测。而预报是什么呢？明天发生地震，今天你告诉大家了，这叫预报。我说的地震预报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民众对地震预报的需求为何强烈？地震预测的难度何在？民间预测靠谱吗？他们是怎样推断出地震预报信息的？老梁观世界，地震可以预报吗？正在播出。为什么不可能呢？它有几个道理。首先一个呢，咱说地震预报像什么呢？你比方这地震，它就是地底下这个地底的物质互相之间挤压，产生断落，然后之后引发了地震。它好比什么呢？就我们现在这会儿呢，桌子上面，假如我拿起一点沙子往桌子上撒，撒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这沙子不就形成一个圆锥体了吗？那我再往上撒沙子，我撒下一粒沙子，
会不会造成整个沙丘的崩塌呢？或者说造成顶上这尖儿先塌了呢？或者压根它就纹丝不动呢？这个我们都无法知晓。这就是地震预报的难度。为什么？首先一个，我们对地底下的情况基本不知道。你看现在的科学发展是什么？升天容易入地难。那天宫1号神9咱都完成了，可是呢，地底下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你要想精准的预报出地震什么时候发生的多大震级，你就得对地下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现在对地下的情况基本上很少能掌握的。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们不能入地，地球半径是6300多公里，我们人类迄今为止通过我们的钻探技术，最深的地方仅仅钻到了12公里。我们今天对地球内部的精细的结构，特别是能够引起地震的动力因素还了解得很不清楚。另外一点呢是，你得了解地壳运动的一些物理规律，而这方面的物理科学规律，人类还不完全掌握。地震在地球表面上，它很难在同一个地方多次的重复，它经常是这个地方震一下，那个地方震一下，它不像其他的实验科学，我们可以多次的重复进行实验，而地震它在我们看来是随机的发生在地表。所以基于这2点，我们是不可能短期预报地震的。另外还有重要一点，你就光知道这块可能发生地震，那级别是什么呀？要 5.0 级以下没多大危害，要7、8级那就不得了。你说我预测这会发生地震，告诉大家赶紧啊，都拎着枕头到外面待着去。问题是你预报地震引发的慌乱，有可能比地震真发生时候的危害还大，这怎么办？所以短期预报地震，无论是科学性上和可操作性上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我说到这儿，有不少朋友说我不信你那个，今天云南大理发生的 5.0 级地震，人网上就有高人直接给预测出来了。2013年4月17日9点45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发生了 5.0 级地震。然而早在4月14日凌晨时分，一位微博名为预报中心的网民就在网上发布了云南地震预报信息，预计72小时内黑色圈圈内的地区都将有一次较强震感，初步锁定为5级地震，浅源。发生的位置主要是云南东北昭通、大理西南部和腾冲交界区域和缅甸交界区域一线，而此次地震的地区正是他所画的圈内。那么这位被网友誉为民间高手的人究竟是位什么样的人呢？我能知道您今年多大吗？28。那您读的是什么样的专业呢？您怎么能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素质，在您这样一个年龄段可以分析到这样的素质？我是自学的。一位年仅18岁的网友如何能够准确地发布地震预报信息？该微博博主向记者表示，他们是根据云南省地震局官方网站公布的一些地震监测数据分析得出的预报信息。而省地震局表示，民间仅限于学术交流，根据我国法律，任何个人或民间机构对外发布地震预报信息都是违法行为。还有人说官方地震局它里边说了得有预报功能啊，那一定是有这规律。你看地震之前耗子从洞里出来，鱼从水面上跃出来，你把这些搜集下来，这不就预报出来了吗？哎，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质疑这个。那好，今天我在这给大伙说说这个事啊。汶川地震、雅安地震，大地震为什么又发生在四川？网上出现的地震预报是否靠谱？天有异象，动物搬家，这些真的是地震前兆吗？地震预测到底有多难？本期老梁观世界与您一同探讨，地震可以预报吗？大伙记不记得张衡有个地动仪？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摆放着一件古代的神秘仪器，这就是由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传说有一天，趴在仪器上的8条巨龙突然受到大地的震动，龙口内所含铜丸子突然掉落，数日后快马来报，龙头所指方向天崩地裂。然而这到底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只是个美丽的传说呢？仔细研究地动仪的结构，
我们就会发现，地动仪的内部是一根直立的棍子，地震来时，这根棍子会随机倾倒，从而触发机关，吐出丸子。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吧，地震来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好多人把那个啤酒瓶子啊，就是放到一个比较平面的桌面上或者窗台上什么的，它作为一个报警器在用。就是说，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动静时，那个瓶子就倒了，瓶子倒了呢，人们就知道那个是地震了。那么这个办法呢是不好的，因为它为什么不好呢？那么人走路啊，关门啊，车马一走，咣啷延上一声，所以我们不能够判断地震引起的还是非地震引起的。那么倒立的酒瓶和倒立的棍子原理完全一样，由于这种方法无法区分振动波，因此张衡地动仪并不能记录地震。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地震仪，只是一台后风地动仪。这个地震仪就实践证明，你搁到哪个地方真有地震了，它所有球都会真掉下来，或者所有球都不掉下来，不是那个方向就掉下来。张衡的地动仪不能预测地震。有人说不对，地震这不是说预测怎么？有一个比较有力的佐证：1975年海城大地震。咱们真预测对了。为什么预测对了呢？因为它有比较明显的前震，就在大地震来临之前有个前震，大伙警觉了，赶紧撤。结果这一次气儿使很多人错误的认为呢，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你看海城地震怎么预报？接下来唐山大地震没有能预报出来，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就是当时技术力量，包括我们现在技术力量，对于短期地震是无法预报的。当初海城地震那次，应该说我们运气比较好。那有的朋友说不对，我可看了不少唐山大地震的纪录片了，那之前什么渤海湾这有蓝光啊，这大量的动物迁徙啊，这不是证据吗？我们不排除有这些情况，可是问题是，这都是马后炮。谁敢就根据这些意象就断定地震一定来了？你敢吗？就说这耗子从洞里出来了，鱼从水上蹦出来了，咱们就说哎呦，这要发生地震了。这只能说明呢，地震来之前可能会有这些现象，但是你不能反过来推，这些现象出现那就是大地震要来了，谁敢负这个责任？我们说这鱼从水面跳出来，没准缺氧呢，没准童话一点响，鲤鱼跳龙门了呢，你怎么能断定这个现象就必然会导致地震呢？所以所谓那种各种异象搜集到一块，有人发现没有地震的时候，这些异象也会出现。那你说一出现这个就地震了，你敢吗？你敢预报吗？让大伙都赶紧跑，都天天到外面睡觉去，搭帐篷去，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说我们的力量达不到。那有的朋友说，那民间高手怎么就预测出来了呢？我劝你仔细冷静的看看，你看看他所谓预报地震几天之后可能在哪个地带，所有的地方都跟你一起防。现实吗？这也太不精确了。所以说这种所谓民间人士的预报，这里头有相当多的随机成分。他作为个人来讲，他说完话可以不负责任，但是政府的地震预报机构呢，你说完了明天会有地震，大伙赶紧疏散不干什么的，带来的后果是不是要承担呢？因为你无法断定它的震级是多少。有人说那就像防台风似的，10防9空，你也得防。可是我刚才说了，任何一次预报地震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就是人引发的慌乱，有可能比地震的危害更大。这种事情下，政府必须得权衡利弊，得搞清楚这个事情。所谓的民间高人这种预测还有很大的随机性。你比方他搜集证据可以说我夜观天象有云在，这就叫地震，还是说我收集各种异象，他可以这么说。那么地震的研究机构他能这么说吗？他不可能用这种非科学的方式来最后搜集各种情报，断定就一定会发生地震。而且这些所谓的预报地震的民间人士，往往预报的地方南辕北辙。那么这种预测有用吗？
我也能知道龙门山断裂带这可能发生危险，我预测这儿，我随便指能行吗？它不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一年地震5.0级以上的好多次，你要真蒙对1-2次也不足为奇。所以这种啊，你不管是出于热情也罢，或者好奇心强，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当专业的地震局都无法实现地震预报的时候，你个所谓民间高人就能把它解开，这事你信吗？你琢磨用自己的理性思维考虑。所以我说，地震现在来看，世界范围的共识，地震是不可预报的。有人说那不可预报，那就成立地震局干嘛？不是没用，因为地震局的设立，它应该对地震的整个的一些监测它是有用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无法短期预报地震，但是以地震局为前锋，我们可以对地震有一个大致的认知。终将有一天，我们能够精确预报地震的时候，那可能现在地震局所做的数据收集工作就会对将来起到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在地震面前，我们虽然无法预报，但不等于人类就没作为。面对不可预知的地震，我们能做些什么？对地震的长期预测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老梁观世界？地震可以预报吗？正在播出。什么作为呢？我说2点。第一个呢，长期监测，你要先圈定哪些个地方有可能发生地震，要做一点准备。你比方说，我们监测到说某一个地壳断裂带，这容易发生地震，那好，那么在这一块呢，咱们就相应的得注意一下，要是万一发生这种重大灾害了，我们怎么样去救助？你得有这个多少有这准备。就像你1年可能都不感冒一回，但你家里得备点感冒药。就像日本2011年那次大地震，如果要不是日本率先想到在这个地方可能发生地震，那恐怕危害会更大。你总得有所准备吧。你比方说政府万一发生这情况，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救急？这总得有吧。所以就是长期监测，断定这些地方有可能发生大地震，我们要有一些准备，这是第一个。日本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震频繁，被称为地震之国。日本人经常会说，我们无法预报地震，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做好准备，等它驾临。在日本，赤寺设立的地震学习中心使人能身临其境。每天有很多上班族、幼童、家庭主妇到此体验地震，并进行防震演习，还有仿效实际地震的模拟装置。这个设计是仿照神户地震的强度，甚至还有浓烟室，让人们体验如何从浓烟密布的屋里逃生。这种地震体验室可让民众感受地震的实际情况。当地震真的来临的时候，人们就知道如何应对，如何逃生，如何保护自己。此外，日本的学校都会不定期的举办防震防灾演练，老师会教学生如何应对突发的灾情。而在每个日本家庭都会备有紧急存货箱，箱子都会定期的存放食物、水，还有手电筒等一些工具。正是这种强烈的防震意识，才使得日本国民能够从容面对多发的地震灾害。第二个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可能发生地震的地方最危险的因素消除掉。什么意思呢？你看美国加州那一块是一个地震多发地区，那么加州政府呢就一点点进行地质勘测，看这个断裂带在什么位置，哪一块最危险。那么好，这个断裂带上面不能建房子。你看咱们汶川地震就是典型，有的房子在断裂带上，哎呀非常惨，全没了；有的房子没在断裂带上，哎，往往就得以保全了。那好，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研究确定哪儿是断裂带。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地震局去研究这些东西，然后进而呢敦促地方政府来完成这些，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也相信呢，人类将来最终是能够预报地震的。可是眼下确实做不到，但做不到不等于我们所有的研究工作就没有效果。正是今天一步一步扎实的研究工作，
对老百姓负责任的态度，会对未来的科研成果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呢，等于说在雅安地震加上以前的汶川地震上，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科学启示。这也恰恰是呢大自然赋予的我们一种使命。当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之后，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都给你带来的是灾害，它也会同时给你开启一扇认知自然的窗户。那么你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把大自然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保存下来的话，那么我们未来就有可能更好的适应这个自然环境，更顺利的躲避这些灾害。随着咱们中国人呢越来越有钱，你发现呢，老外到中国旅游的特别多，那么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也越来越多，而且一点一点的呢，中国人甚至成了外国某些地方旅游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那么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4大游客输出国和第1大旅游目的地国。你听着挺让人振奋，可是最近呢，有不少的杂志登了相关的对中国游客印象的调查报告，显示呢，世界范围之内最受人讨厌的是美国游客，而排第2的就是中国游客。有的人说，这可能又是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人。为什么美国在讨厌程度上，美国游客排第1，中国游客排第2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富了以后的那种骄横心态。有的美国人很自豪，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最有钱，我们国力最昌盛。所以有时候美国人出去旅游往往以自己大国自居，瞧不起人家这个国家那国家，你们落后，你们不开化，你们不懂普世价值，经常有这样的优越感。所以很多地方人讨厌美国人。那么说中国到这程度了吗？成为世界上说最了不起、国力最强大国家吗？还没有。那为什么很多人把中国人列为受人讨厌的游客排第2位呢？这也跟富起来之后你的状态有关。曾经有一本外国杂志呢，把中国游客的形象呢做了个素描。你看，我给你叙述一下他们眼中的中国游客是什么样呢？戴个白色的旅行帽旅行帽写着什么国旅什么假期反正旅行社的名字，这就像一个团似的。然后导游带着，在国内就是拿个小红旗，在国外拿个喇叭别走丢了每个旅游团成员戴个小白帽，然后呢脖子上呢画个大照相机，单反的，还挺贵的。往往这照相机呢非得有个很宽的带子，这带上还得有商标，莱卡奥林巴斯、林哈佛，写的清清楚楚，好像什么我们家有钱，你看我用这个。然后衬衫一般都得塞到皮带里边去，宽松的西裤，深色皮鞋，拿个大茶杯，茶杯里半下子茶叶，手里拎一堆购物袋，购物袋你看上面香奈儿路易威登什么是 GUCCI 都得这类著名的商标。这是外国人眼里边中国游客的形象。他为什么给你这么画像呢？就中国人现在有钱，人家管这个人民币都叫北京镑到哪儿去扫货买东西不太有钱。说中国现在推动了国外奢侈品的市场，你就说奢侈品这个购买吧，有些中国人到法国去旅游去，他能用也就是半天的功夫看看凡尔赛宫，用2个小时时间看看艺术的宝库罗浮宫，然后在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那儿拍张照片就行了，摆个 pose 完事了。剩下时间干嘛呢？香榭丽舍大街买香水，买这个各种奢侈品包什么的，化妆品，去购物去了。就大多数时间用来购物，这是中国游客的特点。那出去满大街似的扫货去了。这个奢侈品它有这个特点，为什么是奢侈品？物以稀为贵。它这款包可能我就不生产那么多，限量的它才贵。它其实真值那么些钱也不见得。可是你一来把这都买走了，人家其他客人再来了没这货了不行所以他开始限制你。原先是有手持1本护照，
能买2包，后来改成1本护照买1个包，这都弄出笑话来了。有一回刘翔去法国，刘翔名气多大呀啊，在这个香榭丽舍大街转悠，结果就被呢母女俩发现了。哎，母亲领着女儿正在这逛店呢，他女儿认识刘翔啊。哎呀妈，这个刘翔，他妈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上去都没意识到刘翔是大明星。问您这有护照吗？你把护照借我使去，我要再买个包。你看要拿刘翔护照使买包去。这中国人出去对路易威登啊、香奈儿啊、GUCCI啊、普拉达呀，对这类奢侈品，哎呦特别在意。好多地方都因为这个专门设了中文的导购员，就会说中文的导购员。很多地方都摆那 POS 机呢，你这国内的银联卡到那刷一样好使。就说这路易威登店和这些奢侈品店，它有1半的营业额是来自国外，而这个1半营业额来自国外里边，又得有将近1半是中国人买。你说等于中国人间接的把它的销售额推上去1/4，这多大比例？中国盛产游客，他们足迹所及之广阔，出行人口之众多，旅途花费之巨大，往来世界之频繁，令世界惊讶。许多国家甚至因为大量中国游客改变着他们的习惯。澳大利亚人因为中国人开始吃鲍鱼，英国人开始跟着我们学风水，韩国地铁用汉语来报站名，雅加达的超市挂大红灯笼来促销，法国的公司成立了专门观察中国人行为的研究小组，美国的酒店房间开始配上了电热水壶来方便中国游客泡茶，早餐还提供稀饭和咸菜。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大旅游时代，游客纵横四海，中国被媒体称为游客帝国。有人说中国人真有钱呐，咱们也是真好奢侈品，没富过，这乍有钱不知道怎么花了。我以前分析郭美美的时候，我不说过这话吗？我比你富，往往意味着我比你占有资源多，我更安全。所以我买个包，我拿个路易威登，我就牛，我比你高你一等，还有优越感，心理上满足。这是为什么我们出去买奢侈品重要原因。我要说那国内也有卖的，怎么不在国内买呢？你比方路易威登到中国单开店呢或者什么的，关税什么的非常高，所以同样的货呢，在国外买便宜，到国内就贵。我曾经有个朋友出国嘛，回来买回一堆奢侈品，我说你干嘛呀？你也不是多有钱。他说你看啊，这个包国内卖15000，我在那儿买8000块钱就下来，就人民币8000啊。说你再看这款香水，这个国外卖多少？才卖人民币1万出头，咱国内得将近2万多。你看看这风衣没有？世界名牌，什么阿玛尼之类的啊，在国外还不过人民币2万多块钱，国内最少3万5。这3样货加一块，我省多少钱？我省2万多，这一趟费用都出来了，连吃带喝都够了，多省钱了。所以很多人去买奢侈品到国外图省钱，因为国内的奢侈品涉及关税什么的，价很高。你像那个法国路易威登店，中国人都把挤满了，进到里头有的还用现金买啊！你听里边的声音南腔北调。我说大哥，这款我买了。哎，你看兄弟，我买充吗？你看什么口音都有啊！反正一说买这包，老外都看着是眨眼睛。所以这是中国游客在海外印象不佳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人家认为你的综合素质差。你看咱们生活在自己国度感觉不出来，到国外去你就体会了，人家这种看法有的时候啊，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你比方头一个，经常拎一大箱现金就出去了，在国外很少有人用现金，你现金带的多，有时候拿一大箱现金出去消费去了，尤其是换成外币，换成英镑啊，换成美元什么的，到店里头花钱还整不准人家面额，还得搁计算机算，还得点，弄得营业员都挺费事。说带现金，这是人家看不惯你的。第二个，走到哪儿照相，有的拿这个照相机啊乱照一气，甚至为了照相呢都忘了这地方好好看看了，而且照相不说还得摆 pose。 我刚才说像芙蓉姐姐似的，耶，表示我来了。这不有人说中国游客吗？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处拍照，
说这地方你去过没有？去过，你看我照张照片，表示这地方我来过。可你仔细看了吗？一问三不知，不知道。反正我到过，这地方我来了，我去过，这就行了。至于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样子，那不管，我也没记录。所以人家你到处拍照，人家看不惯你这个。再一个呢，点菜、吃饭，还习惯在国内一整一大桌子。有的时候这欧洲那西餐份儿挺大，最后剩一多半。咱觉得咱挺牛，咱有钱，那厨师看着这个浪费的都感到难受。就这个习惯，这是个习惯问题。还有一个大声喧哗，你比方说到哪儿去都习惯了，老张过来，老李咱俩干一杯，明天上哪儿去？我要想我儿子了，声音很大，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还有的就个人小节了，有的中国人愿意蹲着，有的呢看人不正眼看，为啥呢？出到国外之后，外国人开放啊，哇，这个小姐穿的好清凉，偷着看人家，搁眼神飘。其实你大大方方看倒没事了。再有一点不好的，好脱鞋，走到哪儿把鞋一脱，站长椅上了，站座位上了。那人家看你这个，他不知道你是不是汗脚啊，看不出来呀。你一脱鞋，有的露脚趾头，有的直接就有穿袜子，有不穿袜子，就觉得你这有味儿。所以这个其实啊，都是生活习惯当中一些不文明的东西。所以中国游客呢，被列为世界上第二不受欢迎的游客，就是我刚才总结这些原因。旅游文化是什么呢？首先咱得说，你出去旅游是为了啥？我觉得不外乎两个层面。第一个，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第二个更重要，放松身心，休闲，获得个好心情，这是最重要的。可是咱们旅游现在你发现呢，5、11赶上了一个长假，我得出去玩去。至于到哪玩，怎么玩，怎么能让自己心情舒坦，怎么能让自己增长知识，没有考虑，反正我得出去。结果跟着团出去呢，我倒觉得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旅游是这样，我今天要感觉疲劳，我宁可在宾馆躺着睡觉。有人说那来了你不白来了吗？咱出来是为了放松休闲的，你把自己搞得很疲劳，那还不如不出来。所以旅游最核心的是放松心情，放松身心。我倒挺欣赏，有的人是糟蹋四川人，说四川人好打麻将，说怎么的？有这么成都人，有那么几位哥4个，咱旅游到哪儿？到新马泰，到泰国去。到了泰国，一进宾馆，说咱去哪儿转去？别的先打会儿麻将吧，把麻将桌支上，打了2天麻将，然后买飞机票要回国内。人说那你上泰国干嘛？国内不能打，人家玩的就这心情，高兴不高兴？到国外打麻将，我高兴了，怎么了？没什么不可以的。你说我到这儿来我不看看，天底下好风景多了，你哪看得过来呀？关键是放松，让自己高兴。这样的事情中国历史上很多。魏晋南北朝后期有个叫王子猷的人，这个人家住在山阴，有天晚上呢，在家里吟诗作赋，推窗一看呢，外头飘飘然下起雪来了。他突然间想起自己个好朋友，姓戴，叫戴安道。这个人住在陕西，从他家到这儿呢得摆船，而且还得摆挺远。这么的下着雪，他把船就架上了，跟着仆人就顺着这水陕西去了。这船划的也慢，划了半宿，到天亮才到陕西这儿。他突然告诉船工掉头，咱回去。这船工那边你来了，你不到你朋友家怎么不看看呢？王子猷说兴尽了，就是我的兴致已经尽了，这一趟我够了，用不着见自个儿朋友，下了船又回去了。我认为这个不仅风雅，还很潇洒。可能这个时候他一路游山玩水，晚上看着风景看够了，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精力已经消耗差不多了，再见朋友已经没那精力了，那我何必把自己搞得很疲劳呢？而且我这一道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这诗兴也发出去了，行了，回去吧。我认为这个人还真是高人，我们很需要一点这种精神。当然，如果你在旅游过程当中说是放松身心，你因为别的事儿而耽误了，或者因为你的个性，你造成的是不能够愉悦身心的话，
你这旅游价值可就大打折扣了。你比方说出去要报一个团旅游，你会发现这团里啥人都有，有的人简直不是旅游来了，要么炫富来了，要么斗气来了，要么诚心找别扭来了。你比方有人总结了多种类型，其中有一种类型，一上来跟团10个不服8个不忿，谁也瞧不上。导游介绍，旁边人很新奇，哦，这么回事，他在这一撇嘴，我早就知道。看了某一处风景，这风景不咋地，那年我到哪儿去比这强多了。到个购物点买东西，这东西比巴黎差远了。你说这人多讨厌，旁边有人往往一句话就给他干灭火。你这么牛，你跟我们一块抱团出来干嘛呀？你自己去巴黎啊，他没词儿。像这种不受欢迎的类型的游客，其实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我们刚才看了这个杂志给我们总结出来的，您可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为啥？出去旅游的时候，这里边保准你能碰着至少2、3种类型，很有意思。这说明什么？我们的旅游文化呀，在一定层面来说亟待提升。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说这中国旅游的多，他旅行的很少。有人说不一回事吗？旅游不是一回事。旅游我刚才说增长眼界，放松身心，主要是呢这一趟为了游玩。旅行不是，旅行在某种程度这个行不是行走，而是修行，是借助着出去各地方走，感悟人生，磨练意志，它带有明显的自我修行的味道，自我开悟的味道。旅游你倒是花钱去，旅行你还得精打细算，不见得就像旅游那样我舒服就拉倒，甚至我苦修，我遭点罪，是旅行自我修身的一个途径。你比方到中国来，有的人奇怪说，外国人不有钱吗？怎么到这儿来住差的地方，而且净到那自然环境糟糕的遭罪去了，图啥呢？外国人有的人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游历来能够让自己各个方面有所提升，磨练意志啊，开阔眼界啊，感悟人生啊，展望未来呀，对生命的体会他能上个层次。你听着挺悬，其实这是人在物质世界丰富到一定程度，要求丰富自己精神世界一种必然的方式。而这点来说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大多数都是旅游，旅行者是凤毛麟角。但是中国古代旅行者可不少，而且这些旅行者应该后来成了旅行家，在世界范围都有影响。你比方说徐霞客，徐霞客呢，小的时候呢考科举，第一次没考上，他爸爸就不鼓励他考了，因为他父亲就是一个能游山玩水，能够读破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么人。说孩子你呀，我看你就各处游历，长长见识。他跟着他爸爸走了几个地方，后来他父亲死了，家里有高堂老母。徐霞客说父母在不远游啊，不能出去。可他母亲观点是非主流的，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因为我在这就捆到家里，有什么出去？你出去吧。徐霞客自己背着行李，带着盘缠，他从10几岁一直走到50多岁，他是56岁死的，足迹踏遍中国16个省，北到河北，南到这个广东，西到云南，东到福建，走遍了。而且徐霞客出去走，那可不是我们说游山玩水，到哪儿啊喝点酒，玩一玩，吃点当地土特产，不是这样。徐霞客游遍名山大川，那时候名山大川哪像现在的接待措施这么方便呢？好多时候是冒险，人迹罕至的时候，狼虫虎豹多事，他都得躲着，他也算命大。你像游南雁荡山，他说古书里说呀，温州南雁荡山顶上有个湖，他就想看看。那阵登山哪有路啊？可以说上山随时一脚踩空就粉身碎骨，在山顶上就跟现在攀珠穆朗玛峰似的，得搁那铁拐凿出一个坑往上蹬，完了搁带子系到树上往上去，都差点让掉到山崖里就完蛋了。这是，所以徐霞客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可是他眼界大开。他有个习惯，不管是我旅游多累啊，我这一趟晚上我一定是点上油灯或者点上篝火，拿出纸笔把一天的行踪记下来。所以徐霞客游记其实总共是2000多万字，可现在留下的不多，就40-50万字。但就这些字，徐霞客游记也是世界旅行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宝书。
所以这个人能不是大旅行家吗？这旅行有时候它的意义往往就在于吃苦。你包括泰山，当年顶上呢说登山看日出见索道，我参加那个会了，我激烈的反对泰山见索道。为啥？人如果能随便登上去了，还能觉得泰山日出宝贵吗？你看那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元朝时候来到中国，游历了那么多地方，他也遭了不少罪，可是他呢把中国的风貌记下来了，回到意大利以后，直接促成了新航路的这种出现。所以像这样人物名垂青史。当然咱们好多人呢可能说我不能学徐霞客和马可波罗，我也不想名垂青史，可是在旅行过程当中陶冶身心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的遗憾就是在我们身边呢，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但旅游文化却没有形成，而旅行的人呢始终不见得有多少。而有的所谓旅行是什么？寻求刺激啊，你跟着到野外驴友去玩去，结果呢还没做好这准备，有的女孩穿着吊带穿着高跟鞋就登山去了，这都哪儿跟哪儿？都说不少驴友被困到山里出不来，你根本没拿这当回事，没有心里边对自然景观存在着感恩和敬畏的两种心态，你很难做一个真正的旅行者。所以从这个意义讲啊，我们的徐霞客呀，什么时候能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呢？